大家好，或许谁也想不到的是，云匪夫妇1年之后的云合作，目的居然是要横扫另外一个江湖。在这个云江湖当中，尔虞我诈的东西，绝不是吃瓜群众们踮着脚尖能够看见得到的，或者十全大补能够脑补得了的。因为那个看不见的隐形的战场，才是真正的金钱博弈、翻云覆雨、适者生存的王者的空间。而在这个战场当中，王炸姐弟居然在因缘际会当中，居然奇妙的背靠着背站在了同一个战壕，站在了同一个始发点，也同时担当起了同一副破云出圈的江湖的重担了，以及同一个顶峰相见的历史的使命了。有意思的是，王炸弟弟率先冲顶之后，6天之后，王炸姐姐就已经健步入云了，姐弟联袂一同笑傲江湖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岭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临近年底了，各大平台之间纷纷定档了、官宣了 S+ 级别的新剧了，可谓群星汇聚、神仙打架的那一种一触即发的态势了。比如说黄轩、王一博的《风起洛阳》，这部改编自马伯庸原著的古装悬疑大剧，其中的电影级别的质感，还有那曲折离奇的故事的桥段，令人欲罢不能，穷追不已。风起洛阳的制作出品方这回野心很大，力图打造一出经典爆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选用了演技实力派男主、流量颜值派女主、实力女配角和当红顶流的王一博，为的就是要全面出击，一鱼四吃，实现流量与口碑的双丰收的最终的目标。从制作的过程和成本的投入上来看，该剧的确做到了铺排宽广、两面取巧，同时也打造出了一个吐槽与力赞对半开的话题的局面。风起洛阳的剪辑和节奏走心而紧凑，服化道用力而奢华，剧情的编排跟长安12时辰依旧类似，算是很亮眼的那一种了。只是王一博实在是树大招风，成为了各种对比和吐槽最多的焦点所在了。话说角色的匹配和张力的表现，王一博的角色和本尊有些反差，施展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大，所以没有陈情令的那一种从头到尾的适配感。在张力表现的方面，角色以木石冷面为主轴，很容易让人对演技的空间提出了质疑。其实因为发挥空间还在后面呢，所以评分也会有走高的空间的。原本风起洛阳制作方就以打造精品自居的，又有熟能生巧的大平台掌舵，自然不缺乏大牌演员们的用心的投效和资金的开路。之所以严选了王一博，很明显就是为了达到流量营销的最终的目的了。这就是一种云匪夫妇因缘际会的偶然之中的必然了，相当的有意思。因此实话实说，从吸引眼球和拉提关注度的战术的角度上看，顶流王一博很好的实现了制作方最初设定的最终的目标了。一些人对他的演技的诟病，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和反向的声音了。因为风起洛阳历史悬疑的题材，原作实力的变现，再加上王一博粉丝强大的凝聚力，这三足完美的鼎立，关注度一路都飘得超高了。跟着呢，在2021年的这个最后的月份当中，
沉寂了整整1年的迷雾剧场，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了。虽然之前悬疑题材类型的电视连续剧频出，各类明星们都纷纷的下场试水这种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如今可好了，赵丽颖的新剧《谁是凶手》上线就站稳了，跟着呢，等了2集之后，赵丽颖漂漂亮亮的出现了，跟着又漂亮的宣告翻身仗没跑了。这一周由赵丽颖、肖央和董子健联袂主演的悬疑剧《谁是凶手》在爱奇艺上线之后，上线的当天就在站内一举拿下了热度的第1，并且持续窜升当中。影评的平台也很快就开分了，开播第6集就顺利的拿下了 7.1 分的起始分数了。虽说不是特别的优秀，但跟同期在播的悬疑剧相比，一步几个台阶的进步还是看得见的。单从剧情上看，谁是凶手的原创故事遵循了国产悬疑剧都会走的大陆的走向，从一个20年前的旧案讲起，故事的主线也是通过20年后的重查，将旧案再度的展开了。这种套路并不新鲜，但是这部剧的人物和大多数悬疑剧的主角设定并不完全的相同。3主角分别作为了当年凶杀案的当事人出现了，并由此埋下了各自的心理创伤。刑警队长冷小兵是因为胆怯放走了真凶，进而呢导致了同事的牺牲，所以一直都难以原谅自己。而青年刑警夏目则是曾经目睹了亲爱的老师在眼前被杀害的全过程，因此遭受到了心灵的重创，挥之不去。而这起当年就埋下了重重迷雾的连环杀人案，也因此成为了贯穿整部悬疑剧的最大的无解谜题了。所以说，谁是凶手的剧本作为纯原创的剧本，虽然引题的方式相对的保守和常规，但是这种破题的方法却给人一种新鲜的惊喜感出来了。特别是剧中的女主角沈宇，居然直到第3集才姗姗的出现了，并且一开场就加添了大量的问号了，始终给人一种亦邪亦正的挥之不去的神秘感出来。这个从小就背负着父亲失踪秘密的神秘的女孩，连续2次介入到了现实的凶杀案当中了，而且还处处处心积虑的隐瞒各种的秘密。他的父亲也抹不去当年连环杀人案凶险的疑云，因此神秘的沈宇其身份到底是帮凶呢，还是探寻真相的心理帮手呢？这些疑问在已经播出的剧集当中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这种陈年旧案与现实案例的反复的穿插出现，将女主沈宇的高智商和能力属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十分的出彩。在真正的凶嫌尚未出现之前，这些查案人就彼此之间相互的怀疑，互相的查证，也为案件的解密工作增加了一层亦幻亦真的纠缠的关系网了。在目前已经发生的虐狗案、自杀案和意外猝死案当中，沈宇都先后的参与，或者说直接与当事人有过接触了。特别是他针对夏目的 PTSD 也是有预谋的故意的刺激，加上他使用了各种调查手段和隐藏的法医技能，让整个的过程也充满了转折与疑点。赵丽颖在这部剧当中的炸裂的表现，相比之前相对简单的古偶和流量优先的演技，算是有了大幅的转变了。悬疑剧当中刚需的眼神杀和穿插的台词功底，让赵丽颖的发挥空间都有了一种肉眼可见的质的提升了。赵丽颖空洞的眼神当中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稚嫩
和小白兔的既视感了，因为观众们几乎读不到那种浮夸干脆、完全表面化的喜怒哀乐了，而是看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却又真实可信的谙熟犯罪心理学，而且心思缜密的腹黑心理医生了。而且肖央和董子健也都没有掉链子，都很好的完成了各自的角色。肖央延续了自己在误杀当中的表现，将20年前的懵懂与20年后的沧桑都拿捏得相当的到位，而董子健则在 PTSD 的关键戏码当中发挥的自然而松弛，看不出表演的痕迹，在很多对戏的处理上也都做到了细致耐看。这种表演上的准确的处理与剧本的逻辑走向结合不错，为谁是凶手底定了一个优秀悬疑剧的基调了。曾经拍过《庆余年》的名导孙浩本人就是一个演员，因此他对于表演的掌控能力相当的纯熟了，而导演技法上面也呈现出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出来了。比如说像夏目在多次心理治疗的时候，浑身都是鲜血的幻觉冲击，像虐狗案当中烂尾楼的镜头的设计，以及大量采用了心理学视角的纵深的感觉，都给这部剧在叙事之外增加了很多影像的新鲜感和冲击力。追根究底，这些灵感其实都来源于宁夏白银市的连环杀人案的若干的细节。影视取材真实的话，则会更加加深了感同身受的一种心理暗示和信息的传递。因此，谁是凶手始终都能把悬疑剧该有的那种紧张感、萧瑟感拉到满了，做到足了。按照后续的剧情的发展，多年之后，连环杀手的再次的现身，可能会让剧情进一步的抬高了期待值，而沈宇的身份之谜也会随之而揭晓了。从剧情的节奏上看，16集的内容爆点拥挤，步步为营，几乎没有任何的拖沓和废戏。7.1的评分只是起点而已，后续的分数还有攀升的空间呢。而那个瞄准突破、瞄准转型的赵丽颖，果然不负众望，走心的演技在每一部剧情当中都能够看到她不少的变化和亮点。这种自挂再加上外挂的超长的演技，不仅让她在85花当中彻底的遥遥领先了，更极有可能在新生代当中继续的夸大领先。只要演技不掉线的话，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回他在《谁是凶手》当中饰演心理医生沈宇，在预告片当中的眼神杀就已经成功的激发起了不少人内心追剧的欲望出来了。而他在出场之后的眼神杀同样没让广大的粉丝们失望，他一上场就把一个外表冷静但是内心腹黑的心理医生，而且还是那种有着相当心理阴影面积的心理医生，演绎的淋漓尽致出来了。在剧情当中，这个沈宇医生伪装身份进行了多次的行骗，他会为了调查夏目，伪装自己的身份进入到了论坛会，成功的骗过了夏目的心理医生，进而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有用的信息了。他也能够孤身来到夏目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面不改色的自称自己是夏目的女朋友，跟着套取了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了。反复行骗的脸上居然都没有丝毫的慌张感，很难让人相信沈宇其实是在撒谎。这些的伪装只是他为了获得信息的过人的手法、行骗的手段而已。所以赵丽颖进入人设简直都不需要痕迹了。沈宇在人设上的心理疾病相当的出彩和考究，
当沈小兵拿着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的时候，目的其实很明显，眼神杀当中的狠厉感扑面而来，结果呢，居然被他本身自带的那一种超常冷静和眼神反杀给成功的压制住了。不动声色之间，眼神杀几度流转，赵丽颖就已经将人物的心理通过眼神杀的方式完美的展现了出来。比如为了躲避追踪，沈宇故意设局，把夏目引到了猪肉批发市场，用这种的方式强化刺激了这个夏目。跟着呢，倒霉的夏目在电梯当中遇上了沈宇的时候，这个沈宇居然很惊讶地看着夏目身上的血迹，于是乎错之中反转，反转之中错愕。紧接着沈宇的眼神杀又秒变成为了尽在掌握之中的上帝的视角了。这种演技与眼神杀的过电的桥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值得反复的玩味。为此影评当中也不乏被赵丽颖的眼神杀故意电到的可怜的观众们，不其然当中产生毛骨悚然悬疑剧夫妇和囚呢？这种十分老道的眼神杀的装备让人完全看不出这居然是他第一次参演的悬疑剧。这回赵丽颖靠着腹黑满满的眼神杀出圈，也是指日可待的了。这出谁是凶手剧情上的漂浮悬疑感和层层递进的加码的细节，让环环相扣的案件彼此纠缠了一团，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诡异离奇，让三位主角各自内心的世界也都自带上了鸿沟了。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谜团，这种奇特的设置让观众们追剧只能欲罢不能，追上瘾的了。还是因为我的那句老话，如果悬疑原厂完美的话，赵丽颖所担纲的这部悬疑新剧有望成为2020年的隐秘的角落以及沉默的真相那般了，一举成为国产悬疑剧上的经典之作了。说到这，您看出来了没有？尽管优爱腾这三大视频的平台都在年尾纷纷上线了自己最燃最霸的热门剧，但是真正出类拔萃领跑众生的还是那个懂得云匪懂得借力王炸的爱奇艺了。在12月份一开始，这个老谋深算的爱奇艺就拿出了自己的王炸之一风起洛阳，结果呢，果不其然，作品一经上线就顺顺利利的打扫了战场，首日就登顶了。无论收视率还是话题热度，王炸弟弟领衔的这个作品完全横扫了其他所有的影视作品，堪称一骑绝尘，笑傲凡间了。这部作品能够大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一博在其中塑造了冷面搞笑的百里弘毅一角。由于王一博自身的热度就已经超高了，所以大批的死忠的粉丝暖场十足。而且王一博所塑造的百里弘毅本身就已经自带人脸十足的偶像的气质了，聪明果决，外冷内热，角色立住之后，人物便可以顺顺利利的圈粉了。回顾整个2021年这一整年的华语影视行业，这部《风起洛阳》无疑是第一部燃点十足的爆款剧了。开播的时候其热度更是万人空巷的那一种了，风头一时无两了。按说这一部《风起洛阳》就已经足够让爱奇艺给2021年画上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了。结果呢，实际上作为爱奇艺头牌之一的迷雾剧场，在连续扑街之后，终于再现佳作了。5天之后，迅美上线的《谁是凶手》再次刷新了剧场的收视率和热度了，再次成为了悬疑剧的现象级爆款了。王炸姐姐赵丽颖本来就是妥妥的一枚演技派顶流女星，同时也是娱乐圈当红不让的顶尖的爱豆。这些年来，但凡赵丽颖挂帅出演的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都帮他顺顺利利的收获了数以百万计的、数以千万计的死忠的粉丝们。这部《王炸之2》的谁是凶手一经上线，就轻轻松松的获得了极高的热度了，显然也是赵丽颖的号召力使然的。加上肖央和董子健本身就是悬疑剧的招牌的活跃分子，强强联手，无疑为这部剧开播即火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了。目前为止，这部剧的质感依旧能扛，剧情当中一路铺设下来的诸多隐藏的线索，让很多的观众看一遍的话，根本就很难发现。这情况我也描述过很多遍了。0.5 倍速的情况下，把剧情刷过一遍的话，通常还是会不够用的，还是需要反反复复的智商的出现，才能够发现更多有趣的隐藏的线索的。特别是第1集、第2集和片头的花絮当中，就已经铺设了大量的入题的伏笔了。只要细心研究，一定能够找得到一些有用的蛛丝马迹的。这就是追看悬疑剧的最大的乐趣所在了。因此，数据说话，童叟无欺。从专业的影视数据检测平台上，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看到风起洛阳和谁是凶手的全网收视率以及热度指数，双双都成为了冠亚军了，遥遥领先于后面的2个女心理师和虎珠夫人了。靠着1年后双剑合璧的云斐夫妇，爱奇艺甩出的2个年终绝杀，确实让另外2个强大的对手一时之间已经无力还击了，无力招架了。风起洛阳和谁是凶手这一对王炸姐弟一出江湖，基本上就已经扫平了江湖了，夯实了12月份的收视冠军了。热度、收视和口碑2鱼3吃，算是津津有味了。当然了，优酷和腾讯手里面也是有自己的存货和王牌的。优酷的小敏家能否复刻小欢喜的成功？作品还没上线，所以目前依旧是个很大的问号。腾讯接下来上线的《雪中悍刀行》无疑也是想要冲爆款的那一种，只不过要等到12月中才行了。面对爱奇艺2部堪称现象级的爆款佳作，傲视群雄，舍我其谁的市场情况下，腾讯这部《雪中悍刀行》还能够不惧锋芒顶峰上线，的确是资方勇气可嘉的一种大无畏的表现了。如果您欢喜见到这一幕云斐夫妇在云相逢之后，联手帮爱奇艺一统了那个大家伙都看不见的平台江湖的话，就欢迎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云斐威武双剑合璧这8个字。或许谁也想不到的是，刚刚好1年而已，这对王炸姐弟各自加盟的2部爱奇艺大戏，居然同一时间的站在了同一个高度之上了，居然实现了顶峰相见了。这种奇妙的感觉，您爱了吗？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斐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了所有的黑夜，可以带来了全部的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加是汇聚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
也有言。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